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草药的性能。中草药之五味，何谓中草药之五味呢？其实五味泛指五种滋味，包括酸、苦、甘、辛、咸五种滋味。其实中草药的性能最主要都是可以透过口尝身受的方式来感受这个中草药的一个药性。五味泛指药物它的滋味和功效不同，而可以将它归纳为酸、苦、甘、辛、咸。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滋味，例如淡味和涩味。由于长期以来涩味我们都把它归于酸，而淡味的话呢，都把它依附在甘味上。所以说，在目前的分类上呢，药性五味的部分呢，还是把它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味是酸、苦、甘、辛、咸五种药味，依照药物的一个作用呢，做一个简单的归纳。酸味的药物呢，就有收敛跟固涩的一个作用。苦味的药物呢，或许大家都不陌生。苦味的话呢，就有泻火、燥湿、通泄、下降等作用。而甘味的药物呢，就具有补益、和中、缓急等作用。辛味的药物呢，有发散、行气、行血、润阳等作用。至于咸味的药物呢，就具有软坚、散结及泻下的作用。酸味的话呢，它的药性能收能摄，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例如五味子和乌梅。我们成语中望梅止渴，或许大家就可以体会到酸它有收敛跟收摄的一个作用。苦味或许大家不陌生，苦能泻能燥，而泻的含义较广，有指通泻，例如大黄泻下通便。寒性的苦味药如黄连，用于湿热症，一般把它称为苦寒燥湿。而苦味药大多能伤津败胃，而经大伤以及脾胃虚弱者是不宜大量使用的。甘味的作用以及它的药效，能补、能缓、能和，有补虚、和中、缓急、调和药性等作用。例如在治疗虚症的黄芪、枸杞，以及治疗挛急作痛的调和药性的饴糖、甘草等，都是具有甘味。甘味的药物大多能逆膈艾胃，令人中满。凡施主食积、中满气滞者是慎用的。辛的药性，辛能散能行，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辛或许大家不陌生，大家在吃麻辣火锅的时候呢，会有辛呛的这种感觉，而吃了辣的东西呢，这些辛味的食材或者是中药，大家可能都会有流汗或者是会发热的一个现象。在治疗表症的这些中药里面，如荆芥和薄荷，治疗气滞的香附，治疗血瘀的一个川穹等，都是具有辛味的。而辛味的药物大多是会耗气伤阴，所以说气虚阴亏者是需要慎用的。咸味的药物，咸的药性呢，能软能下，有软坚散结和泻下的作用，多用在罗、阴流、真假等症，例如昏布。有的咸味药，例如芒硝，能伤脾胃。脾虚便溏者慎用。涩能收能敛，同酸味一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例如治疗滑脱诸症的龙骨，治崩漏带下的乌贼骨等，都具有涩味。习惯将涩依附于酸上，最主要是因为涩味的药物大多能敛邪，邪气未尽者慎用。
淡味的药性呢，淡能渗能利，有渗湿利水的作用，一般多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等症。例如猪苓、茯苓具有淡味，常将淡附于肝，而淡味的药物大多能伤津液，凡阴虚津亏者慎用。在介绍完五味酸苦甘辛咸以及涩淡等这些药味，或许大家对于5种药物的滋味有更新的一个体认了吧？